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2026年的2月11号，我们的讲师 Edward 久违了，今天就是再次上线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直接邀请 Edward 来开讲。嗨 Edward， 麻烦你咯。好的，我的 sharing 是切错了吧？应该是写这个，你看，这是让大家支持，我们就开始吧。看到吗？有这个看到呢。有在下面看到 OK， 我今天就是我只是写了一段小段的一个概念要讲什么，所以我就求助了 AI， 帮我 generate 这个。OK， 这个 PowerPoint 也蛮不错的，它也我应该讲说，加上那个中文的翻译也那个不错，我也要走一下，看一下，那大致上都还 OK， 然后我就来再改一下，就出来了。说 AI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工具，实用的工具，非常快速的一个助理。OK， 你还是要去自己去怎么讲过滤一下，还是做一些调整啊？是，就是你给的资讯比较多，它出来的资料是比较精准一点，精准的你所要的东西啦。就越写越多，它就在帮你可以一直在翻旧再翻，就是它出了一版本的1，你再翻就版本2，再找不是很好，再加一点东西，再改叫版本3、4、5，一直到你觉得88OK 了，你就是叫它，你就将这个成果放进去你的 PowerPoint， 然后再自己再加工，就 perfect 。来试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助理所帮助的一些 PowerPoint。所以我是给他一个 idea， 就是我要讲这个全球总经趋势啊的 global trend is helping。他真的帮我认识了一些不错的一些 OK， 我们的 objective today 对，就是要探讨一下我们的全球的一个 global scouting 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后这些 information 对我们领袖重不重要？对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 version 它这个主的方向是在哪里。知道每3年它有一个统计会议嘛，统计每个会议，就他那边就制定他们的未来3年到6年，他们要走什么方向，要注重什么议题，都是在那边产生的。所以就是说，你们大家的给予的那些 feedback 和从国家 feedback 所制定的3年的计划，然后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在我们的 local action， 就是我们 local 的在 NSO logo 或者是在地方上，或者是台北市，或者是高雄市的同事会，或者是我们的小的sub unit 本身要做什么，我们来配合这个 Watson 的一个大计划，类似的。60分之后，你觉得你会得到什么东西？来，我们参考一下我们的世界性和 Asia Pacific 的 trend。最重要的是，Watson 是朝着这个 Youth Leadership 和 Governance 这2大的一个，我讲了那2大这叫什么？这个治理方案，就是我们要注重青少年的领导，就是我们将这个重心从成年领导要慢慢下放，就是我们每一个区亚山区或什么区的那个领袖会议有那个组织里面，将要提升那个青少年的参与在这个治理方面。
要更高，就是违背的，就是要退居幕后或者是顾问之类的，就是要那个比例。我看他们 World 是要将现在的每个国家的那个就业率要提升到大致上88%， maybe。那么你们可以给一些你的意见和 comment。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干部呢，就是干部要比较透明化，要比较经历考验，要没有没有贪污，没有滥权，一些很好的透明。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具这个品牌就会建立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点，然后家长们就会重新会有点信任，他们将他们的小孩让他们参与我们的经济活动，就重新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characteristic 的一个 building。所以如果共济会的 image 不好，那么怎么会有共济的领袖会带领共济会，或者是教导他们的小孩子去一个人格高尚或者一个个性的秩序的一个概念？所以红军会的那个治理方案或者高的 policy 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就是台湾方面，你们要怎么去 reflection 或者反思，要怎么去运用跟那个世界总会的一个连接。世界童军的愿景 World Vision， 现在2023年到2030年他们制定的这4个项目。第一一直是我们的培养重心，就是 prepare 我们的 young people for better world。第二点就是像我所讲的，我们要将这个领导层集中在 youth leadership。第三就是 important 的就是要多元化、包容、勇气，我们的 scouting program 要inclusion of， 就是说一些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diversity， 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有怎么说呢 ，special needs 的不同宗教的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而且我们的国际活动是永续的，我们要制定一个 program 或者说那个方针，很有趣的在这个 meeting。最后就是刚才我讲的，很重要的就是信任 governance 的 accountability， 这3点就是给公众对我们中心的信任更上一层楼。你们对这4项有什么见解呢？我问了一些，好，我再去看。有意见吗？刚才那位伙伴你在开会？有听见？要发表一些见解吗？在这4项还有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还是说要多一些见解？Next， 我们的 World Scout Event 有什么 World Scout Event？ 我们曾经世界活动，我们希望大家 NSO 都可以去从中去参与我们的 Jamboree、Mood World Conference， 还有其他的一些International Expo，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exchange 或者跨文化的一些引导培养之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成人 adult 应该作为引导者或者 facilitator， 而不是指挥者，就是说叫这个小孩去东去西去学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学习的和参与活动方面，在学习活动里面方面，都是希望由他们健康的本身去主导，我们只是引领他去一个对的方向。所以这个又是要转变，在这个 World Cup 里面。所以有谁会去参加 Poland 2027年的 World Cup 专题？有吗？思雨会去是吗？会。
对，我跟雅婷都有报名。报名，然后就是过了2027年，就是人大的一个 event 在台湾的，就是那个 Rover Mode。你们两位有没有成为工作者？就是发了的那个台湾的主办这个 Mode 的一些committee 之类的，会吗？暂目前是没有。哦，OK，应该要支持你们本组的 Overboard 呀，然后应该是可以朝着另外一条方向，你们已经主办的 APR World APR Conference，maybe in the next future，你们跟世界连接，就是会去举办世界会议。有没有这一天，台湾会举办 World Conference 世界会议？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期待台湾会举办世界会议。如果世界会议的话，可能台湾maybe可以考虑世界大陆语哦。世界大陆语是一个 highly challenging event，所以台湾可以一步一步来，过了世界会议才放眼世界大陆语，以罗浮会来做一个基础的一个planning 和 learning。人的过了之后就是丹麦是27届，是在2031年。丹麦不是第一次主办，它是第二次主办。请问有人可以回答他第几任第几届主办过世界大陆营？是要试试看吗？还是有谁要试试看？年份和哪一届？丹麦曾经举办过世界大陆营，有没有人可以猜猜看？诸位伙伴，猜猜看，你应该知道的。第二届哇，雅玲不错，第二届哪一年？19 1924，啊，对了，错，这厉害厉害厉害，1924年。要不要猜猜看多少人数？看现在是5000。看一下人数，参与者人数人数3000、5000、70005000，啊，大概是这样，应该是5000呀。有来自35个国家。但是我就哇，不错不错。有没有一个很独立的接到丹麦的那一年的大陆营？他们的分营区是怎么命名的？有没有概念？没有，他们那边应该有讲，他们用什么来分这个分营区？它的名称就没有讲哎。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去下一次去找找看吧，我也忘记了。他们有些国家他们是用他们的地区，有些是用我们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他是这一届世界大轮还没有正式的世界大轮会章，没有。第一届、第二届没有。不过呢，他们第二届他们一致上通过以那一个饭票当做他们的会大陆的 official 徽章，他们的饭票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他们的国旗就是他们的饭票，而且饭票上有有那个印上的那个 serial number 001
12103，就是到499还是599，忘记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看一下。而且到底多少张这个饭票还留在世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search topic。OK，next， global trend。刚才我们所讲的 global trend 就有4个方向，他们很明显的就是要将所有的他们的 program 都是由他们的青少年去主导这个 program， 是每个 program 怎么去执行，怎么去更改它的 program， 都是由青少年去主导，因为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现在的喜好和我们的 program， 如果这个 program 是太久了，10年是20年前的话，可能他们跟他们这边不配合，所以就是要转向青少年去主导这个更改这个 program 说的，但 program 的那一个宗旨或者它的那个 objective， 我们会有保留，比如说要怎么去运作、运行，又怎么去规划，就希望青少年可以主导。还有就是我们多一点的，就是digital的那个混合 online online 的那个电脑的方面的，加上那个 digital， 我们有做一个混合式的工具模式，在所有的 event activity。第三就是也要 focus on 这个环境的保护和社区的一些 service 或者是 community 的那些帮助，或者是要参与 community 里面的这些活动，就是在 community 里面可以表现出红军怎么样可以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 community， 而且还可以帮助 community 去成长。所以还要怎么样去红军的一些 value， 一些怎么去影响这个 social impact。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所有童军都是会怎么讲，说是会很好的一个行动，在于我们说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在于骑摩托车或者是那个驾车都是会遵守交通规则的话，由我们童军去带领影响到其他社区的人都会奉公守法。这种的影响力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群怎么去影响社会和社会，就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的更好。在这方面，是我们要做多一点的影响力，影响那个社会走向正面，走向美好世界。这就是4个现在从 World 的传统中心所要 focus， 所以就是需要每一个 local county 或 country 的那个 national 要 organize 都要朝着这4个方向去运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youth leadership 的一些模式。所以Warsaw 就是要每一个国家的平均就朝着方向，就是希望多一点他的青少年参与正式的决策 ，real decision， 就是他们应该参与州选举或者是市区选举，就是说他们每个市或者是总会都要有一定的一个青少年的代表或者决策人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所以我们要教育他们去了解这个运作，那他们就可以由他们的事业方面去直接参与，而且老一辈的就是对于导师制度或者是这个 mentoring， 我们要怎么去诱导或者是导师制度去 mentor 他们去这个领袖发展的路径里面
是不是 force 的呀？是要那个mentorship 的，就他们对他们自己去 make mistake。make decision 对他们的视角，我们作为导师的，就是要给他一些支持，给他一些空间去呃怎么说 make a wrong decision，然后从那个 wrong decision 里面去learning。所以我们就是 back to the very very important， 就是 learning by doing, reflecting and improving on what we learn and what mistake we make。And last but not least, adult 或者就是他们作为教练，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榜样和 role model，所以就是在那边去扶持他们。因为decision都是要从青少年去so called involve。所以最第一的一个开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幼中心、小中心都有他们的小队长嘛，就是小队长应该赋予更多的一些责任给他们，去带领他们的中心小队去发展、去学习他们要学习的东西，而导师只在他们方面去指引。我们 Asia Pacific 亚太区是全球最大的投资区域，而且我们也是高度多元共同挑战。所以我们要做出传达领袖这些文化，so that我们可以showcase 给其他的区域，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新的方向继续做。我们也会 promote 多一些 regional 的 collaboration， 就是我们亚太区跟非洲区有做一些合作，或者做一些 exchange program。我们也希望每一个 NSO 在亚太区 NSO 里面也可以做一些区域性交流，不是只是 limited 在亚太区内，就好像台湾和日本很多的交流都是在亚太区。如果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区块，去跟台湾那边跟非洲区做一些 exchange program，maybe 我们可以从online 开始，因为要飞去 Africa 不太有的，而且飞也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可以 start off with online， 慢慢可以形成就会去他们当地做一个 exchange program，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要推动的一些不同的领域的一些study activity。在亚太区，我们也有很多following 那个 World Set 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在澳洲，他们也做很多 Young Leader Development Program， 他们叫 YLDP，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摇篮，就是给他们 Young Leader 一些训练的一些 stimulation， 所以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参与更高级的一些和领导层的一些role and responsibility。还有其他的，你可以看到还有他们有他们公共口口他们的一些 program，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 community resilience project， 他们也是做很多一些 youth for peace 一些 dialogue， 这个是新加坡的，我们跟 Temasek Corporation 做一个合作，有办一些 youth peace dialogue 的一些 project。还有其他的 community resilience project， 就是 SDG 不同的 SDG， 它这个是印尼的马木卡他们做的一些 SDG 的不同项目的 environmental 的 project 和 program。最后一方面是台湾有什么similar 的 program 可以分享一下，有吗？自己有没有什么similar 的 program 可以分享一下？
台湾在这几个 key point 的一些发展一些方向，community project、environment project 或者是 youth leadership 的一些训练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暂时没有。暂时没有。OK， 会不会考虑去提升这几个计划，在社区或者是在自己的同事团做一些影视训练计划，做一些 community project， 或者做一些他们泰国人喜欢的就是用那个太阳能来去煮饭啊，这些说了，它叫做 solar grow scout scout grow solar project， 或者做一些 MOP 的一些 project， 或者做一些 SCG 一些收集那些 plastic 或者是铝罐之类的一些 SCG 的 program， 或者一些环境的一些保护的一些计划。台湾以2025年来讲的话，就是很积极在做一件事情，是那个海废的部分。海废的调查，这是一个全台湾就是童军非常多团，海废就是废弃物的种类，就是算是去捡垃圾，那同时就是也经由这一些已经捡到了这一些就是废弃物，它到底有哪一些种类的一个区别，然后这个他们捡到了之后，他们会去做一个统计，然后会把资料去上传到一个系统里头，那帮助做就是未来长远的相关的一些分析，这样。这个是在资料嘛，同一时间你收集的垃圾有没有就是回去那个废料处理机构去做个分类处理去recycle。这个是一个持续在运作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大概每个月都会有固定到，就是由各团去认领，然后每个月就是都会有，就是会有固定一个周期，会上传相关的资料讯息在一个网站上头，对，就是有点类似为资料库，然后去帮助一些环境议题的后续的一个分析发展。它的重点会是在市区还是重点放是海边，就是收集海边的。海废是海边的，对。对，海边，因为那些废料都会给那些鱼啊，或者是那些海里的动物吃下肚子的话，它就会造成死亡啊之类的也都会这样。对，这是SDG 方面或者其他的方面，就是说因为台湾有地震嘛，所以你可以考虑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地震的一些活动，或者防范地震的一个活动，或者是之类的一些项目，也是可以考虑范围。因为日本和菲律宾他们也是做一些disaster 的一些项目，海难、海灾、地震、海啸之类的一些救援的一些计划，或者是补给品之类的计划，他们都有出现的一个prepare， 所以他不是说事情发生了之后，他们才去处理，他们自己积极的去收集一些补给啊、食物之类的，他们也会有分发给一些穷人啊之类不同的一些需要的一些项目。对，这有一些项目是国家适合，另外国家就不适合，所以要去改动一下，对，这样。对，希望不同的一些方案，外国的方案可以给台湾一些呃 reference， 去制造他们自己的这些项目，就是跟这个或者是我们打开去的一些项目接轨。有没有考虑就是说去刚才我所讲的跟非洲或者跟
其他 region 的一些国家做一个网上交流。我这边暂时是还没有这一方面的考量计划的，看其他伙伴有没有。你可以开始 set point， 你可以利用做大做题的时候来认识的人，然后在个别的举办自己本身的通讯团和通讯团的一些交流啦，就是尽量可以复制这个我们台湾跟日本的一些，或台湾跟韩国一些交流的一些项目，可以复制过去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区块，了解。从非洲去，或者是一些北美洲、南美洲，或者是沙特阿拉伯之类的，都是一个不错的，因为它就会给予青少年一些不同的一些 view， 不同的观景吧。是的，这个好，那是智博团长这边有反映说，声音有没有就是可以再大声一点？哦，可以，尽量，OK。你那边声音有办法调吗？如果有的话，试着。我会去调到最大的。OK， 好，谢谢。是 OK 吗？你现在 OK 吗？我这边是 OK， 没有问题。所以就是不是我这边或者你这边的问题，如果团长那边要看好，可能对智博团长这边再看一下这样。好，谢谢。好的。OK， 就这个我们的同性恋角色转变，但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要下放给青少年多一点的自主权，他们要给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要学习什么，要怎么去更改那个不同的章的一些运行的模式之类的呀。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同军领袖在这方面的转变是什么。我们就从 instructor， 就是我们从一个教导者，我们跟讲 step one 怎么做 ，step two 怎么做 ，step two 怎么做，转变的粉丝阶段，我们就不教他怎么做了，就是教他引导他自己去钻研怎么做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step four， 从中给他一个他们自主的一个学习方针。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从上的转变为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有对于青少年的信任他们有这个学习的能力，他们不需要我们做填鸭式的教导，为了给他一个方向，这个你要学习什么东西，大概一个方针，他们就会自己去寻找资料，去 Google 资料，去找一个同性的书籍或者去之类的，他们去可以分工合作，他们的小队里面去分工合作来学习这个要学习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那个知识。来同一时期 ，of course 你不可以放任他们去非法或者你要给他一个safety， 就是说很重要的安全性，你不给他乱跑的话，他可能 safety 会 compromise， 所以你要给他自由度，你要给他一个安全的一个平台去学习，因为来 Google on Internet 也有一定性的一些危机，所以你要做一个 balancing 在这里。然后除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 as a leader、as a 通讯领袖，我们也要继续 continue 在学习新的东西。对，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 set 一个 example， 我们也是在学习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一个 chart leadership 的时间点或它的 responsibility， 你可以看到这个 Joey Scott 这是澳洲的一个 chart，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Joey Scott 就是幼龄童军嘛，幼龄童军幼小的 ，Come Scott 就是幼童军，所以看到那个到youth 的那个参与度的变化，因为
幼龄工就他们还是很累，他们还不会自主的想要学很多东西，所以 adult 的 involvement 是最高的。所以 adult 在这个幼龄的方面，就是你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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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command 的一个方式，他们会听，他们就学。所以就到了幼童军，你看他的那个involvement 就是慢慢就是上课嘛，他们的自主权了嘛，他每次他已经有一定的一些主张嘛，他们要学的东西，就慢慢，他们就有多了一些时间去就做一个咨询，他们要学的东西，所以我们按照就不可以学这个学那个，所以你就是要去调整一下，你给那个方向，他们就去学。这到了之后，我们的地位跟同居的高地位同等的，所以在中间就是说，我们不会 command 或指令他要学什么东西，我们只给一个方向，他们制定怎么去学，要什么 resource 要什么资料，我们才会给他们的资料的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他们自己去学。到了 venture 的时候，做这些就是你看到那个 adult 已经到了最低的方面，他们是自主去从头到尾全部计划好，他们做完之后，学完之后，你不要去看他们的成果对 pass 到了就是很关键，如果是大致上的，而这个就是那个leadership 在到 leadership 里面的转变，很明显，就是我们要越大年纪，他们的主张力就是大，我们尽量要往下调，就我们 scout 也要给他再多一点的那个自由度，去决定他们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最重要就是谢小号和那个高分的，主要谢小号就是 make sure that 我们的红军 physical emotional 或者是 digital 在上网的时候的 safety 重要，而且还有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总会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policy 口口宽大指引守则去保护这个谢小号。它这4点都也跟高分也是有关系的。高分就跟我们讲的，要有好的治理方案，好的治理就是中间不会滥权，中间也是不滥权的，例如不会那个叫什么贪污或者滥用那个资金之类的，都是有个很明确的课本的。有什么滥权的时候，就有个课本，他就或者将这些童军排除在外，这样子也可以成立这个很好的一个童军的总会的一个理念和它的 brand image 跟 public， 而且大家会对这个组织会有更高的信任度。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生的事情，要有个很好的一个 reporting 通报和应对的机制，就是有什么要通报上去的，要有一些去investigate 这个通报的事件是不是谁对谁错，对的或者错的都要有一定的response mechanism， 就是要有什么惩罚，还有要上报警察或者上报一些告上法律之类的，做一套很完整的机制，这样子你才可以维持这边的社会的信任度会比较高，很重要。因为如果同一种会在社会上的信任已经到零了，就是红军已经无能力反射的，所以大家都要保持这个红军总会最高的信任度，必须的整个高分的和谢佛号要做到最高级。刚才我所说的，台湾可以考虑一下这4个方向，或者所有的国家都要考虑这4个方向。这个为总结 ，Think global, act local。所以 think about global 的那个 recommended 的方向
把要在地在 local 要执行这个 global 的 program。Youth leadership must be intentional。我们要刻意培养这个青少年在那个每一个 level 的一些 decision making 这个，就让他们因为重新是青少年活动，我们应该是让青少年去管理和带领。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 make sure 的我们的 government 是对的，我们 government 的 policy 是对的 ，government 没有这些transparency 那个透明度要高，那个还有每个 government 都是就讲不讲，就是没有一些 bad policy 或者是很多财务的前提或者滥权前提，或者是一些那些领袖不 follow rules 的那些要怎么排除的话，就要一个很好的高分的很好的 policy， 才会 make sure 这个统一组可以走得更远更长远。我们也不希望那个统一组会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一件财务事情，整个统一组要关掉，所以我们要 make sure 的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发生的，所以高分的control is very important。最重要的点，我们领袖必须要继续的learning， 也是要继续的成长和 evolve， 或者我们可以管理这个和我们领袖可以跟青少年一同管理这个统计总会，让他推上更高的高峰。OK， 有什么问题？对，请问。是有问题吗？你先开头。好哦，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图片当中的这领巾啊，白色的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它这个跟我们平常在看到 SDGs 有什么不同呢？没有，这个就是 official 的 scout for SDG， 那 scout for SDG 是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al， 而不是每一个。它另外一些是它的自己的项目 ，MOP 啊 ，MOP 项目啊，你看那个是那格子的那个MOP 啊，那个你说 scout for solar 啊，还是 dialogue for peace 啊，还是那个 plastic journal 啊，还是类似，还有那个其他的都是单一的项目，这是一个活动。所以你看那个 SCOUP 的 O 字，就是那个 SDG 的14项、15项、18项的 United Nations 的那个 color， 你可以看到这个连接。因为声音有点点的断续续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总项目，是全部都有包含了，就是你所执行的项目是全部是包含了这些所有的项目，然后那才会是以这一条领巾是做代表这样子是吗？你应该看到旁边的领位，看到 SDG， 看到一些 dialogue for peace 的 MOP， 还有一些很鸟的那边 MOP， 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SDG 的一些 sub program。OK。SDG 一个大 family 嘛，每一个就这样。这是很少，这是很少出现的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个是有心执行各项有计划长远计划的部分。这个通常都是一些trainer 他们都会带去宣传之类的。宣传啊，是宣传还是执行的部分？宣传等同是执行，视同是执行的部分了。没有，因为我 example， 我们就拿那个 MOP 的那个 MOP 的 scarf 分3个 color， 一个 color 就是谁都可以买的，promotional scarf， 还是白色的应该是。第二种颜色
是学员带的，就学员他做 MOP project 做完了之后，他就会荣誉的佩戴这个第二个 scarf， 就是这个忘记什么颜色的。第三个 color 就是 trainer， 你要去考那个 trainer 的capability， 然后你就可以award 这个 trainer 的 scarf， 或者就3个 scarf。example MOP 有3个 scarf， 3个 color。对，通常他们执行的通常都是带 MOP 那个，不是带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执行，没有，就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promotional scarf。就一个颜色一个 color， 没有分学生的那个或者是考过 SDG 或者就是 SDG， 你不可能考过 SDG 嘛，你不能考过所有的项目嘛，这只是一个 promotional scarf。就是所有的这个也可能不见得是完全不行啦，就是要长远计划，因为毕竟执行一项任务就是需要时间嘛。对，对，左边那个 purple 的，右边那个 purple 的就是第一就是那个世界委员或者每一个区块的委员，他们都会带这个purple color 领巾，他们的 uniform。第二组人员就是 volunteer， 来义，或者 consultant， 我们没有 uniform， 我们是穿我们各自国家的 uniform， 在执行这个我们的任务陌生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得带个领巾。OK， 好，谢谢。对，就这样。那所以其他我们是代表我是去执行任务，所以我们是带着 purple 的领巾，因为我们不是委员，所以我们没有 uniform。我家的 uniform 配这个 purple color 的 scarf， 很怪哦。还有第三类就是每个区块的总会的 full time staff， 他们有他们 uniform 加上这个 scarf。OK， 就这样。好的，谢谢你带来的讯息。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围绕着这个 global trend， 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这个today 的那个分享，就是希望你们台湾的领袖可以借助这个 global trend 和 global 的一些发展，去融入你们的 local scout unit 的一些执行的方案。好，我们先来合影呢，待会就是在针对这个部分，就是有讯息要分享的，可以在我们合影之后来做分享，好不好？好。好，来 OK， 好哦，来拍。真的假的？好，3、2、1，好的，那我们就谢谢 Ed， 我看一下我的手机这里，相机好了，这里哦，Ed 我的镜头可以吗？好，3、2、1，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